本节目由凤凰网和舍得酒业联合制作播出。好，看见，但是你可以在网上你贴着它都行。好，我能看见，可以吗？我说了，好，可以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由我担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子，由我担任嘉宾的舍得智慧人物即将上线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再上一点。中间停顿一下吧，中间停。好，问我耳鸣了都。那是你第一次人生灰暗的阶段吗？因为人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，变得唯唯诺诺，甚至觉得哎呀，我去干嘛？别去了吧。当时这个战长沙是怎么找到你的？以为骗子公司呢，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，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一号？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有一点，是一个瓶颈期，可能到我40岁、30岁，每一年都会有。你这瓶颈期太频繁了。他可能就觉得他什么都拍过了，从最早的这个什么情景剧，之后战长沙，然后抗战剧、正剧，然后欢乐颂、都市剧，再到什么青云剧、香蜜，就是那种仙侠剧，主要的板块他都已经经历过了。我曾经看到他接受过采访的时候说，他想演这种特别反叛的那种角色，女间谍，或者说那种叛逆的女少女，就完全是脱离这种邻家女孩的这样的感觉的剧。估计是他也就没有能够跳脱出自己的人设的一个特别打动他的剧本。因为你是童星，你这个瓶颈期可能比大家来的都会早，而且你的瓶颈期会更多。你是在不断打破自己平静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。对，大家都知道你是杨紫，你怎么演，其实你的脸就是长成这样，你说话的声音也是这样。那你比如说，你一年演几个角色，你怎么能让每个角色都不一样呢？你演这个角色很成功，你下个角色怎么演呢？近期挑战那个拍的一个戏叫《青簪行》，拍了8个月，那是一个稍微的，它有一些跨越了我的舒适圈。什么样的跨越呢？跟我完全不一样，也跟我以前的戏路完全不一样。其实我的戏路，我去演一些活泼或者是说就是开心果的这种戏，它反而我会觉得大家会接受，而且可能我会演得更加自然一些。但相对来说，比如像我《青簪行》这个黄子霞，她是很睿智的，然后逻辑性很强的一个人，她反而是需要我去跨越的。但是我不是说我要打破我的舒适圈，就是我一定要打破我的舒适圈，我要怎么样，我想扩张我的舒适圈，把它扩张以后，我看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极限。比如你现在让我去演武则天，对不起，演不了，因为我太知道我现在如果去演她，我需要使劲够，可是我的阅历跟我的年龄不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撑不下来，所以我想去把它扩张，但我不是说我想去跳跃，就我也在找自己有什么一些无限可能啊什么的。奴才今年11岁。有小名吗？奴才小名叫婉如，婉转的婉，如意的如。跟他说几句话。是。去吧。实际上，作为一名已经有着20多年戏龄的老戏骨，杨紫早在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着父亲试镜了。能跟我说说5岁的时候，当时的话，自己的演戏是怎么启蒙的？当时那院儿嘛，每天下午就组织小朋友那个联欢晚会。当时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全都在那儿坐着，我当主持人，串场各种演。然后我爸就说：“天哪，他这么爱演，那给他报个表演班吧。”先从报纸上看到一个群演招募，电影叫《春天的狂想》，说招演员。我爸就打电话去了，人家说就行，那你明天就来吧。我说啊，这么简单就能演戏啊？就激动了1个晚上。结果第2天，哦，原来是演群演的。然后我还印象特深，
就是当时有一个导演就让我诗朗诵，我当时朗诵的那叫诗约，就是一个很悲情的，到最后我就哭了。就是导演就觉得我就是小朋友怎么演得这么好，就是初试的时候就说定我了，我就很开心。复试的时候去又让我当着大家演一遍，我又哭了，导演就鼓掌。然后3试的时候又让我演，我说咋一直演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他定我只是演其中一场戏，一个什么飞着小翅膀的一个小女孩，然后其实人家那个早就定好主演了，只是让我再演给人家主演看，就是说我这个表现去给人家怎么去培训，就是看看人家小朋友表，我后来才说啊，我才知道。2004年，12岁的杨紫因为扮演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夏雪而被大家所熟知，《家有儿女》系列也成为了演员杨紫的首部代表作。当时据说你拿到这部《家有儿女》的这个进了剧组之后，看了剧本，然后自己还一边吃西瓜一边哭，能给我描述一下当时是个什么场景吗？那个时候我已经进组，大概拍了有1个多星期了。那一集叫如果我有300万，就是讲小雪创业的。如果给我300万，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那个节奏和各方面都很难。我词是背得很顺，可是我就最后很木讷，不会演了。所以就导致于整场戏的节奏很不好。然后另外2个弟弟演得太好了，然后爸爸妈妈演得也很好。导演跟丹丹阿姨怎么知道我就是自尊心，你知道，就是演员那一刻破灭了，就觉得啊，我是谁，我在哪儿。然后中午大家吃饭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我们的后院有一个秋千在那儿荡，一边荡一边哭，我就觉得可能要把我换了。然后是我爸，然后把西瓜端过来说我闺女是最棒的，哭什么？吃点西瓜。我就一边吃一边我说他们要换了我了，就那种感觉。那个时候会很害怕，就是自己会被换掉。会，因为中途有那个当时制片方来探班嘛，然后就跟家长们在那个休息间里聊天，就问大家拍的怎么样啊？我当时可害怕，我就躲在门口说完了，是不是大家觉得我表现不好要换我了？但其实，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那一刻我很敏感，我就一直不敢往前，我就在门口说完了，我估计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了。然后其实没有，出来以后人家说我们3个孩子演得可好了，就继续加油努力啊。这种担心被换掉，但为什么这样的担忧会这么小的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呢？因为我那个角色来的特别奇妙，我其实很想演好那个戏。当时好像是在我跟一个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姐姐当中做选择，就是人家年龄是合适的，就担心我演不好，但是最后还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让我演。结果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没演好，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大家当时定我的那份心。就小小年纪的我就自尊心很强，说一定要演好这个戏。您好，这是我的资料。你再看看吧。啊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对不起，我们公司暂时不需要你这样的。要不您再看看。下一位。您再看一眼吧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暂时不需要。从高中时候起，杨紫开始了入行以来最长的一段低谷期。距离成名作《家有儿女》已经过去5、6年，大家遇见她还是会叫她小雪。虽然偶有片约，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无戏可接。你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童星的经历，对你来说更多的是束缚呢，还是说更多的是帮助呢？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束缚，那时候我小不懂事儿。什么时候被束缚？我觉得高中、大学，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演更好的成年人的作品，人家不太找你，人家会觉得你还是那个形象，就小朋友。曾经有一度觉得这是大家给我的标签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我觉得大家不应该给我标签，我是同性。有一度是这样想的。高中我记得那时候不是好多什么盛典啊什么的，可能都邀请去，你要那个走一个红毯，尤其是年底很多嘛。真的，当时每次上台都是有下面是著名童星杨紫，但其实我当时已经长大了，就已经成年了。家有儿女每次就是聊这个作品，因为没有作品带给大家的时候，你只能去聊那个，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是很有名的演员，
然后可能在休息室的时候，你有时候可能想跟他去打招呼，就是你很喜欢，但你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，我就想，哎，人家是会不认识我，会不会不想理我？你没有底气去跟人家打招呼，你也能感觉到，其实你去参加那个活动，对人家来说是没有价值的。就你可以去，你也可以不去。你其实就像空气一样，你在当中是没有存在感的。对，然后甚至你想跟人家说话，其实人家会冷眼，因为人家可能不知道你是谁，就是那种感觉会让你变得唯唯诺诺，甚至觉得，哎呀，我去干嘛？别去了吧。所以其实我很少那段时间走红毯，或者是参加那种活动，有一段时间就是会觉得害怕。大三的时候有一段自己特别低落的时候，因为要跟所有的大家的这个同学们一起去被挑选，然后见副导演，然后跑各种的剧组。当时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事情让你特别沮丧呢？你没有戏拍啊，就是你很想演戏，你想演你想要的角色的时候，你够不到，就那种无力感。这种够不到，你自己想想，是因为自己能力够不到，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？没有名气，没有名气。对，即便演了像小雪这样的角色，即便被大家誉为国民闺女，你认为还是没有名气，让自己够不到一些角色？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大环境变了，就会衡量艺人的标准不一样了。突然有一年，流量就是顶天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你好像想去演一个角色，你去争取，你去试戏，有的时候也没用，因为人家第一轮就已经把你给 out 掉了，因为你没有流量，你没有商务，你没有商业，人家。sorry， 对不起，我们这个戏可能你很适合，但现阶段先算了，就是这种。那我觉得我想演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怎么办？用现在的话说，你的粉丝要多，变得有流量、有商业一些，让更多的导演跟制片人看到你，你才能够说去演那些作品。而且我觉得每个演员其实都是有野心的，所以我觉得想红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想红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就永远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要红，我要怎么有流量，不是。我们想红的原因是我们可以演更好的作品，来证明我们是演员。你会演完以后啊，我又完成了一个多好的角色放在哪里，就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43年，储藏12万吨老酒，在静静地等待它的主人。老酒不是谁都舍得，舍得酒，每一瓶都是老酒。因为童星很容易就被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固化了，大家永远没有办法去走出这种童星的这种魔咒也好，这种怪圈。你看他10年上了这个北影，然后4年的这个专业学习，其实他有很深厚的这种专业知识的。我就特别想看看他是怎么样去度过这段时间的，怎么样去突破自己的瓶颈。2012年，杨紫参演战争剧《战长沙》，播出后即成为豆瓣电影年度榜单评分最高的大陆电视剧。这部作品也成为了杨紫的转型代表作之一。当时这个战长沙是怎么找到你的呢？很是什么样的机遇？就是他们好像快开机不到1个星期还是什么，给我妈发短信还是打电话说这是孔生导演的戏什么什么的。我妈特别逗，以为骗子公司呢，就说怎么可能这玩意儿开机了，你现在来找我还演女1号，还跟我爸说呢。我爸说是什么导演？说孔生导演。我爸说孔导很厉害的，咱别人说万一是真的呢？就打电话好像打过去，一看，哎，真是真的孔生导演，差点就觉得是骗子公司给忽悠过去。我就当天吧，还是第2天就去见了导演。我记得导演当时好像参加一个电影节，然后特意赶紧好像还穿着西装回来见我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见了我以后戏也没试，什么都没有，直接把剧本给我了，说觉得你很合适，你回去看剧本吧。我就就这样得到了一个机会。当时那么长的等待期，
然后突然之间会不会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？会。然后我后来才知道是，其实人家之前有已经定好角色了，但是后来什么原因那个女孩可能演不了了或怎么样，他们临时空缺，然后就很着急说看看谁合适，然后副导演就想到了我说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杨紫？我那天就去了，然后导演可能他们觉得哎她是长大了可以试一下。所以你看非常有意思，其实大家包括当时导演组其实在看杨紫有没有长大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是有的，他们也是在有一个期待，或者是说见到我以后，我给予他们不同的东西。其实，在拿到剧本的时候，导演呀、制片人都会觉得我能演吗？因为我跨度很大，最后我要演孩子的妈妈，但大家要给予我很大的这种鼓励，我就觉得我要演好。以前我们女子的地位很低，可是现在我们女子和男子享有相同的地位。可这位先生，你刚一来就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别人之上，还有什么道理可言？闭嘴行不行？比如我这个北京腔的问题，我郑长沙第一天进组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导演张开宙就说：“你说话不能有北京腔啊，你这个演长沙女孩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哦，对呀，我怎么能有北京腔呢？”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。有专门去调整自己，就不要让自己变成惯性。我们说台词会有时候会北京孩子会很水的说出来台词，就是我说大概意思就行了。不是的，后来你会发现台词它每一个音、每一个断点，剧本老师跟你写的每一个字，其实它都是有逻辑和节奏在的。你是你不可以去偷懒变成自己的话，按自己的方式说出来，因为那样你的人物就不对了。我觉得只要是剧本成立、角色成立、故事 OK， 我就是按照那个走。后来你会发现那样你才能去塑造出一个新的人。那个时候真的找到了作为一个演员，对他的根本所在。就对于自己演员这个2个字会更加明确了，就是有一种潜在的这种说，哦，原来我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演好。然后后来导演他们也有夸我们说，他们会私下说，哎，没有想到你这个转变跨度演的真的还挺好的。那一刻就觉得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就被夸奖的感觉。是感觉这部戏让自己找到了这种久违的自信和被肯定吗？对对对，战长沙是让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了。突破那个口以后，你才发现其实不是大家给你的标签，而是你能不能自己去突破那个东西，是要靠你的作品。从战长沙到现在，演员杨紫已经交出了20多部作品，每一年都不乏1-2部爆款的影视剧，像《青云志》《欢乐颂》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等等，成为了大家口中当之无愧的电视剧流量担当。其实杨紫你再看啊，自己就是虽然童星出道，但是一路之后背负了这么多的被大家的挑剔，然后一直在等待一部作品。然后慢慢的这几年，大家看到你每年都有1到2部的这种爆款，然后每一部戏都很扎实。你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中，就说你自己总结出了什么样的经验？低调做人，高调演戏，对，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，就是我想演好，我敬爱演戏，敬畏感。小的时候你说《家有儿女》那次吃西瓜，难道不是吗？我觉得也是敬畏。如果你不敬畏它，你就不会说你的自尊心受到了挫折，你就不会在那儿哭。如果我不敬畏他，我就会觉得，反正我演过了，下一场戏咱再接着演吧。包括后来现在长大，其实很多场戏，我能感受到，比如这场戏导演喊过，但可能导演在抓头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不行，我就会说导演，我可以再来一条吗？导演说好啊好啊，因为有时候导演他会觉得说，让你演了太多遍，是不是你没有了？导演就会觉得要不然就让他过了。但那个时候我都会说，导演，我们能再来一遍。然后当你演完一场戏以后，导演，然后其实你是给自己，我也觉得就是这种是对了，这才对了。你会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未来的期许呢？我觉得人的心态是要一直很平和。我觉得作为成年人，我觉得要学的就是包括我自己一直告诉自己是心态平和，保持一颗平常心，这样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就是你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值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去努力就好。杨紫说，瓶颈期是她的一种常态。我不知道下一次面对瓶颈期时，她会走得更从容，还是会更艰难。但我相信，懂得摒弃外界嘈杂，专注于演员本质的她，一定会走通属于她自己的那条路。
我写一句话，那就开开心心，这不是最真诚的祝福吗？我觉得只要人开心了，不是一切都有了。开心好像很简单，但其实现在大家开心是一件特别难。对，所以要开开心心啊。感谢收看由凤凰网与舍得酒业联合制作推出的《舍得智慧人物》，岁月陈酿故事，点滴辽阔人间。舍得酒，每一瓶都是老酒。